殿下王妃驾到！参见厉王殿下，王妃娘娘。我只听说王妃娘娘是白发，还以为只是谣言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难怪啊，她一直躲在王府中，从不敢公开露面。 参见厉王殿下。王妃娘娘竟然是白发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就算是白发，也能得到殿下的专宠，可见咱们这位王妃手段非常。菜都快凉了，你还不快让他们赶紧起来？ 起来！谢殿下，谢王妃。还我兄弟性命，救出白发妖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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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我兄弟性命！ 交出白发妖孽！玉，诸位北营的兄弟们！ 昨夜不幸故去的13位烈士，若是知道你们在这儿听信谣言，污蔑好人，让真正的杀人凶手逍遥法外，怕是死不瞑目，阴魂难安吧？我族弟罗桥将军亦死于阴谋之手。诸位了解我，若是此案与王妃有关，我罗直 义不能忍，请将军还兄弟们一个公道！还我们公道！还我们公道！还我们公道！诸位稍安勿躁，还兄弟们公道！今日之内，殿下必会找出证据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罗将军，说好殿下今天会来见我们。殿下现在人呢？你有高官厚禄，不愿为自己的兄弟伸冤。我们不过是一介白臣，只为了保全一条贱命而已。如果殿下不交出白发妖孽，那我们就要解甲归田了。对，交出白发妖孽！交出白发妖孽！为兄弟们伸冤！厉王殿下驾到！ 梦殿下，殿下来。厉王殿下在此，谁敢造次？殿下，北营所亡13人与罗桥将军一样，皆为割脉放血，血枯而亡。伤口虽有类似牙印痕迹，但实为掩盖薄刃所伤，吸血之论，荒谬至极。这是冷大人给我的匕首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这便是杀人凶器。
带上来。刚才那柄凶器，便是我从此人身上搜到的。难道这就是白发妖孽？这就是白发妖孽！就是这个人，害死我乔弟的！你给我起来！不是白发，怎么不是他？是啊，年轻人，对啊。孙大人，本在。请上台仔细辨认，看看你是否认识此人。老臣不认识。带小二。孙大人，你为何害我性命？此人是谁？孙大人贵人多忘事，自然是不记得区区一个别山居的小二。可是这个人他却认得你，因为你差点被要了他的命。1个月前，孙大人特地派人找我，还给了我一大笔银子，让我监视店里的女客，特别是有白头发的，让我在有白头发的女客面前故意摔倒，让她把白头发露出来。但是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我们的王妃娘娘不也是白发吗？胡说八道！过了许久，我都不敢做这件事，就托老板把钱还给了孙大人，就偷偷辞工回家了。于是孙大人便用死士顶替了你，当了别山居的小二。只是因为那说书人意外被抓，他怕暴露了什么秘密，便要将所有的知情人杀人灭口。他的确神通广大，买通狱卒，杀死了狱中的说书人。你却因回老家而躲过一劫，又幸而我追查到时，不仅救了你的性命，还捉到了那个白发杀手。一派胡言！你下去吧。是。拿上来。这个箱子你总不会不认的吧，孙大人？孙府重地，若本王不是邀你在此，恐怕也很难掘地3尺寻此宝物。那说书人散播种种离奇传言，操控民心向背的别山居，实则便是孙氏的产业。这地契之上有孙氏的印鉴为证。难道这白发妖孽之事都是孙大人编造出来的？还有，多谢孙卿为傅某辛酉年变乱筹谋，此5000两白银可充为叛军军费，余者可为孙氏加资。辛酉年变乱，难道6年前流民变乱与孙氏有关？是啊，流民变乱，不会吧？郑氏既亡，孙卿不必忧虑，傅某已在朝中打点清楚，务将所有罪名归咎于郑氏，卿自可高枕无忧，安享青州东郊，良田100亩。住口！孙大人，郑氏与叛军勾结，趁战乱私吞我们的土地，这难道也与孙氏有关吗？南境变法若成，则恐兵强民富，寒门做大，士卒势威。孙卿欲嫁女与宗正无忧，保孙氏荣华。傅某以为，唯有以名望破之，散播白发妖孽之言。想必诸位也看得很清楚，这些信件上都有北晋复仇的私印。白发妖孽的谣言从何而起？相信诸位相当明白了。还有孙氏多年借战乱吞并的田宅账簿，以及利用职务之便压下的臣民状纸，也尽在此处。
这么多罪状，孙大人，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策划白发流言，污蔑我境王妃，此罪一；你指使杀手暗害罗桥将军和北营13条人命，此罪二；你多年制造叛乱，为助复仇养寇自重，将多少百姓变成流民。如今，更是为了一己私利，乱我军心，私通敌寇，此罪三。仅此3罪，理应罚没祖产，削革官爵，收监待斩。带走。殿下，就算这些人证物证可以证明我孙继周有罪，也无法替你的王妃脱罪。就算他不曾杀人吸血，可他一女二嫁是真，后宫乱朝是真，中山百姓因他身亡是真，南境军心因他动摇是真。殿下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孙继周找一个杀手可怕，还是一个迷惑殿下、抛弃国家不顾的白发妖孽可怕？将此人带下去。白发妖孽吸的是殿下的心血，杀的是天下的民望，姻缘不可不平，妖孽不可不杀，妖孽不可不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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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罪臣孙继周虽一派胡言，但王妃红颜白发，确有诡异。百姓对王妃既已生恐惧，恐怕对殿下也生怀疑。若殿下坚持不处置王妃，恐怕对我朝变法和征讨复仇都有所阻碍呀。是啊，有所阻碍。对呀。既是诛心之论，本王便给你们看看本王的真心便是。如今本王也是白发，你们又该如何处置本王？你们想怎么对他，就得先怎么对我。逆血是何物？逆血乃一种罕见之毒，极为霸道，不会夺人性命，但却让人尝尽生死，甚至生不如死的痛苦。服此毒者，血脉倒转逆行，有如万箭穿心，肝肠寸断。可使少年白头，叶发如雪，而后果则是减寿10年。
头白发。红颜如何？白发又如何？百姓信我，所信者非我容貌，唯我心而已。王妃与我同心同行，为变法出谋划策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她为定人心，不愿贪功，从不告诉你们。这南境天下有她一半的心血。那是这是先皇的玉玺啊！先皇临终前将玉玺托付于王妃，而王妃曾为了保护玉玺，拼却性命，才使她不至于被奸人掠夺，使我北林正统在此。王妃懂我心意，一直支持我对先皇的孝义，懂我一统天下的壮志。我不愿称帝，将玉玺之事隐瞒，他忍辱负重，从来不谈及自己这惊天大功。从今往后，我与王妃共白发，同进退。此生，她是我唯一的妻子，也是我南境唯一的王妃。王妃娘娘千秋！王妃娘娘千秋！
雅丽，殿下说了如何处置你吗？他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。正如我所料，他还念及旧情，不会对你怎么样。什么旧情？我跟殿下从来都没有什么旧情，只有心恨而已。我倒是希望他能对我怎样，也好过现在他这样无视我，就好像从来都没有我这个人存在过一样。雅丽，你在府中候着，哪怕没有东山再起之日，我也会想别的办法，让你离开这里，过得好一些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是不肯罢手吗？还是你要逃？雅丽，我一直教导你，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抓住了就绝不罢手。哪怕短暂的失去自由，但只要一日不死，就有机会把它夺回来。不要再强迫我接受你那些歪理了。我一向都是听您的，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想要的爱情，被人拿来利用，最后弃如敝屣。我想要的地位，如今一落千丈，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还有什么样的机会？而你又有什么机会呢？雅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不信！直到我听到那些指指点点，我才知道，我崇敬敬仰的父亲，竟然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叛臣贼子。我为何还要再听你的话？雅丽，别人不信我，你也不信我吗？是，我是为了私心，编造了白发妖孽那些谎言，杀了几个碍事儿的。但说到我是叛臣贼子，我绝不承认。我要判，我为什么想办法让你嫁给殿下？北营13条人命哗变之乱，皆与我无关。父亲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是真话还是假话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口中的仁义道德、父慈女孝的谎言，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内心的丑陋罢了。雅丽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因为您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，当然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一向是做您的孝顺女儿，做咱们孙家的名门闺秀。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因为我不敢想，我不敢做，我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，却如今也只能落到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尾。别说是您了，就连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雅丽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逼你那么紧。可你现在，你真的要相信我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否则，我们孙家真的要葬送于此了。父亲，你知道吗？每当你又露出这副慈爱的面孔，就意味着你又要利用我了。我倒宁可是我们刚来青州的时候，你冷冷冰冰的样子，至少我那个时候知道，你嫌弃我是真的，也不用我再去猜你那虚伪的面孔下，现在又在想着什么阴谋诡计。这一次，我们父女缘分已尽，你要逃还是要怎样？从此都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雅丽，雅丽，你怎么就不
你是我女儿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也不会扔下你不管。你们不能这样！哎，你们不能搬走啊！哎，走开！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去见过大人了，他怎么样了？你不要再提了！你是怕我这个罪臣之女的名声还不够响吗？奴婢没有这个意思。小姐，如今府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咱们府里的财产，包括我们这些做奴婢的，按理来说都是要充公的。现在殿下开恩放过了我们，那我们这个月的工钱……对，我们的工钱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忘恩负义！平时小姐待你们多好，现在满园都搬空了，哪来的钱给你们？那我们的工钱怎么办呢？就少说两句啊，小姐，我们也知道树倒猢狲散，这院子可能就是个空壳了，但是总归还是有几件值钱的东西，不是？与其您便宜了那些抄家的，您不如赏我们一点呢。就是啊，我们多好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府里的东西我宁可都砸了，也绝对不会便宜了你们。你有病吧你？就是啊，你疯了吧？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不是的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母后，仇儿，儿臣拜见母后。仇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母后，这1年多，儿臣在外面征兵打仗，不能在您身边照顾你，您可别怪儿臣了。你看看，与母后分开这么久，你都与母后生分了。哪有啊？你心中有国家大义，母后自是欣慰，怎么会怪你呢？是。娘娘，膳食已经准备好了，来，快用膳。母后请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母亲总是严肃疏远、冷冰冰的，也从来不陪我吃饭。其实后来想想，我才明白，您是把那些好吃的饭菜都留给我了，而自己躲在一边吃那些残羹剩饭。可惜啊，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请您入宴席。不过母后放心，过不了几日，儿子就为您举行册封大典，迎您还朝。都怪我这疯病。好在现在我已经康复无虞，也不会太拖累你了。哎呦，母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你我母子2人生死重逢，我必定尽心尽责呀。这1年，
你都去了哪里？你一直不回中山，你知道母后心里有多担心你吗？哎，儿臣知道。这一年我一路北上，把之前一年魏国掠走的那些土地都给他收了回来。北上？你为何不南下呢？母后说的是南境吗？嗯。哎，至于南境，是宗正无忧整编的军队，这战斗力不可小视啊。曾经我派过一些精兵强队到南境，只不过都被剿灭了。我在想，在没有弄清楚敌军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了，得静观其变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趁他们羽翼未丰，便派大军一举拿下。母后只是妇人之言，你听听也就罢了。母后这也是为国事担忧啊，这点儿臣明白。来，上酒。母后，你这贱人，我要你死！母后，我要你死！我要烧死你！看看你脸上的疤痕，我要烧死你！奶奶饶命！母后，你烧死你！母后，奶奶饶命！烧死你！母后，烧死你！母后，别愣着了，扶他下去，快！快！好了好了，母后，没事了。快让他们停下！不要烫，不要烫我！不要烫我！快让他们停下！好了，母后，别烫我！不要烫我！现在宫里是儿臣说了算，没有人敢伤害你，咱不怕，咱不怕，不怕了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好了好了。今天呀，真是畅快！要不是殿下赏赐庆功酒，我都半年没沾过酒了。大哥，不醉不归。好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白发妖孽！你喝醉了，眼睛花了。就是，那个可是罗乔将军的营帐，他一向十分勇猛，哪有妖孽敢近他的身啊？咱们还是再去看看吧。啊！哎呀，走吧，走。哎，走。这。啊！罗乔将军，罗将军，那儿看，白头发，是白发妖孽，白发妖孽杀了罗将军。殿下，大致情况就是如此。那3名最初发现尸体的士兵已被监管起来，他们只是看到一个白发的影子闪了过去，不排除是醉酒看错了。仔细盘问，不能错过任何细节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绝不可泄露消息，再生恐慌。罗家军一向治军严谨，一发现消息就立刻封锁了。只不过今夜特殊，庆功宴上喝醉的不在少数，难保不会走漏风声。此事的确棘手。这个制造谣言的人，似乎对我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步步为营，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更可怕的是，此人心机深重，他深知光靠捕风捉影、故弄玄虚，便可操弄民心。殿下，请为末将做主。将军，不可无礼。罗乔将军是您近亲的族弟，因此殿下才连夜下令彻查此案。只是一面之词不可偏信，王妃今夜一直与殿下在一起。末将请殿下下令，罗家军立刻开拔，前往边境。将军此举是为何？末将清楚，乔帝之死是有心之人所为，目的就是借他性命以动摇军心，胁迫殿下诬陷王妃。
若罗家军留在青州城外，此案明早一定闹得沸沸扬扬，满城皆知，事关民心所向。乔迪性命虽重，但殿下与王妃的声名亦不可动摇。将军相信王妃？是。王妃若杀人吸血，这王府中下人众多，哪里还有性命？更何况当日末将见王妃的时候，虽已是白发，但并非不能见人。他却甘愿留在这王府之中，只为了不惊扰百姓。如此良善为人，绝不会伤人性命。将军请起。杀人造谣者实在居心叵测，将军走与不走，此事必然会愈演愈烈。所以将军该做的事情，并不是带兵远避，而是要以将军的声望安抚军心。将军在沙场上百战百胜，难道还会输给这神鬼阴谋不成？将军相信王妃，也望将军能够相信本王。本王绝对不会让罗桥将军冤死。是。末将谨遵殿下的教诲，这就返回军营，令全军严密戒备，搜集证据。老严，我之前让你查封的别山居，即刻解封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殿下这是要引蛇出洞？杀人造谣者要的是制造恐慌，但要是一切如常，恐慌的就是他们自己了。如今我们没有证据，但到那时候，他们难免不会露出破绽。是。孙大人，如今殿下对我们这些世家大族极其防备，你我到这府中相见，可否安全啊？蔡大人不必惊慌，来，坐下喝茶。蔡大人心中无鬼，便不用害怕。可是孙大人，殿下似乎已经知道了我挪用军资一事。陈王在朝中虽然没有明言，但敲打警戒之意已十分明显。难道朝中有人告密不成？我当初提醒你不要太贪心，免得不正视的后尘。你可曾听得进去？如今罗织回朝，殿下提拔寒门子弟、打压士族势力的举措越发激烈，拿你蔡氏一族杀鸡儆猴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晚辈悔不当初，只求孙大人看在我们同为青州大族，几代世交，救晚辈一家性命。蔡大人，言重了。来，孙大人，救命啊！哎，蔡大人，最近可听说民间有传言，说是白发妖孽祸国媚君？孙大人是说……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不过，蔡大人要是有悟性，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你把它交给凌月姑娘。小姐，你为何不亲自送给殿下呀？这要是交给凌月姐姐，她还以为是送给王妃娘娘的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送给殿下和送给王妃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。你只管把它交给凌月就是了。臣女多嘴，请小姐恕罪。雅离，你倒是会用些手段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父亲今日心情很好。自从来到青州，雅离已经许久不曾见到父亲的笑脸了。我看你已经明白了许多，心里甚是宽慰啊。父亲经常让雅离多和殿下亲近，如今啊，雅离才明白父亲的深意。您经常说，这殿下是天选之人，
我一定要嫁给他，成为他的王妃，未来当上皇后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巩固我们孙家的根基，雅丽的终身才能有所保障。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我便不再对你避讳。你要知道，殿下看起来虽然不曾与我疏远，但他早就防备于我。此时你更应该接近殿下。若能联姻成功，那我们孙家的根基就能稳固如初了。父亲，您是殿下的老师，如今更是青州的州牧，权倾朝野。只是雅丽不明白，只要您安分守己，又有什么能撼动咱们孙家的根基呢？殿下的老师又如何？州牧又如何？孙家表面上看起来枝繁叶茂，其实根茎早已被挖空。变法越深入，孙家的利益损失就越大。所谓权倾朝野，那也只是徒有其表啊。殿下为了变法更加大权独揽，为父是伴君如伴虎，焦虑忧心也不能寐呀。可是父亲，这荣乐和殿下两情相悦，没有人能从荣乐身边抢走殿下，我也是一样的。这个王妃的位置，女儿如何才能做得呢？事在人为，只要你一心一意对殿下好，难保他不会动心。更何况，没有感情并不意味着没有婚姻。从中山事变的屈辱，你也应该吸取教训。感情对于弱者，那只是工具，不值得一提。真的都不值得一提吗？雅丽，要么我们孙家成为殿下的妻族，与殿下共享天下，要么就只能成为殿下的敌人，与他这般如此了得的人物斗个你死我活。只能如此吗？这两条路，对于孙家，对于我，对于你，哪个更圆满，你自己清楚。即便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若是联姻成功，他也会因为你的关系而放我们孙家的性命。雅丽呀，为父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你好。好好想想吧。殿下，出事了！我们抓到的那个说书人突然毫无征兆地暴毙在狱中，恐怕州府大牢之中也早就埋藏了内鬼。如今这个幕后之人越发猖狂，看来是料到我们手里没有什么确凿证据，竟敢将手伸到我们的眼皮底下。殿下，这些都是一派胡言。这些人为了逼迫殿下休弃王妃，便迫不及待地要认定王妃就是杀人妖孽。这个蔡延和以为自己不出面，只怂恿他那些蔡氏门生故吏上奏，我就不懂他们的心思了吗？殿下，属下查到那别山居在青州已有100年，是出了名的老字号。虽说这是三教九流的齐聚之地，但是竟然从未有人敢在此处闹事。据说是因为有官府的庇护。民间传言说，茶楼的神秘主人似乎和朝中某些大人物牵扯密切，难道就是蔡延和？蔡氏虽然在南境兴盛也有100年，但仅以蔡延和此人的城府，绝无可能做出如此大的险局。自变法以来，
因分田青苗之法，南境士族人人自危，而受损最大的人，越有可能铤而走险。殿下是说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雅离，这是何故？如今已是用膳之时，若并无要事的话，请恕我不能奉陪。孙小姐，这是殿下的习惯，在这个时辰，殿下一向是谁都不见的。若您有万分紧急的事，也可先告知属下。殿下，请恕雅离失礼，只是雅离思前想后，只能来求殿下救雅离了。雅离此言何意？当年殿下因思云林之事被贬青州，当时答应雅离的事情，可还作数？公主，你看，你亲自做的这几样小菜，自然是要亲自请殿下来吃晚膳啦，这样才能显得庄重。每日用晚膳都是惯例，倒是你，非要让我去请他，也不知道你想的什么新鲜花样。我要是不去请，他还不来吃了吗？那我还不是看着你焦虑不安的，顺着你的意思说的啊？还不是你偏哄我，说我每天都给他做一些粗茶淡饭，怕亏待了他。虽然我这次做的还是不太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请他来尝一尝。对，您做的饭呀，也就只有殿下能吃得下了。哎呀，良夜美酒，风月佳肴，万事俱备，只欠您亲自把殿下这东风请上门啦！走吧，请东风去。殿下被先皇贬到南境，我不愿嫁给正室子弟，殿下便送我银镯，与我曾经互相掩护。此事，殿下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，但我也记得正室已亡，此事我也为你办妥，我也没有辜负我们对彼此之间的承诺。要是没事的话，失陪了。现在想想，当初被殿下庇护的那段日子，竟然是我这一生中最平静、最美好的时光了。雅丽近日常常在想，若能一直陪在殿下身旁，或许我就不会经历那么多不堪之事了。雅丽，你多话了。殿下，雅丽也知道是自己的错，近日来也曾辗转反侧，不知是否该对殿下言明心意。只是雅丽听说，王妃有意要让我嫁给罗直将军，父亲近日来又一再逼迫我抉择婚事。雅丽思前想后，即使是觉得对不起荣禄，雅丽也要为自己争取一回。公主，这你不必再说了，雅丽。你应该很明白，我心里除了曼妖之外，容纳不了谁。雅丽当然知道，殿下心中只有容乐一人，也曾亲眼所见，殿下为王妃不惜性命。雅丽曾所爱非人，便更知，殿下才是这世界上最至情、至性的男儿。殿下只需要分给我一点点的爱和温暖。只要一点点，雅丽此生就无憾了。自从在宫中，殿下不惜性命救了我，我就已经爱上了殿下。雅丽，你该自重。
这房间的气味，还是雅丽亲手所制的安魂香。不知殿下在梦中可有见过雅丽？公主，你别难过了，也许这只是一个误会呢。这不怪无忧，我也不是不信任他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雅丽，她竟倾心于他。公主啊，殿下是看孙小姐落魄，才把她带回了南境。那孙小姐感激殿下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雅丽柔弱命苦，有一个这般强势的父亲，又曾经被复仇欺骗过感情，所以我一直很怜爱于她。我也希望她能够找到心中所爱，也不至于卷入家族争斗。此前我跟她提过罗织求婚一事，她既不愿意，我也没有强求，但却没有料到。那公主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这不是我该做的选择。我只知道，我相信我与无忧的感情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了。那，您为殿下准备的这些惊喜，都撤了吧。那就让无忧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参见殿下。曼瑶她已经用过晚膳了，怎么不等我？公主她已经睡了。难道旧疾又犯了？殿下，公主今日听了白发的传言，心情不悦，身体也累了，早早的就睡下了。白发传言，她不是会被这些谣言影响的人。好好照顾她。是。求娘娘救命！我如今还能救谁的命呢？娘娘，摄政王回来了。王上一向对您礼敬有加，您若是求他，说不定还能救兰儿的命。兰儿？哪个兰儿？是奴的亲妹妹兰儿，以前也是伺候过您的。之前被调去森严宫伺候福娘娘，可这几日奴一直找不到她。奴好不容易打听到，摄政王回来的那一日，兰儿不小心把茶水洒到福娘娘身上，福娘娘就对她又踢又打。后来兰儿就不见了。若想要救兰儿的性命，恐怕只有娘娘您出面了。奴听宫里人说，摄政王就要提请册封福娘娘为太后。什么？太后？是。你说要封她为太后？是，王上说她的疯病好了。她疯病好了？那她是不是
以前的事情都记起来了。她要当太后了，我是皇后啊，我占了她的位置，那她肯定不会放过我。娘娘，您再怎么说也是先皇后，服侍一个风病刚好的妇人，是不会威胁到您的。还有摄政王，皇上不是一向对你很尊敬吗？你们这些丫头，你们懂什么啊？娘娘，你们知道福原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是从地狱来的，就如同魔鬼一样。娘娘，他是来索命的，你怎么了？他是来索我们所有人的命的。娘娘，出去！出去！给我出去！求您救救我！我这么多年忍气吞声，不争不抢，一切都为了自保。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深宫，献给了陛下。可如今，陛下死了，太子死了，无忧走了，我所有以前能依靠的都依靠不了，都毁了。如今，福原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，他一定会让我生不如死。为什么我跟云姐姐一样？我们从来没有要害过别人，我一心降服，诚心礼服，为何要这样对我？为何要让我有这样的下场？为何呀？对我不公啊！好端端的，先皇后怎么会去世了呢？后宫又传出些说法，先皇后不是病逝，是上吊自杀的。侍女送晚膳的时候发现的。不可能，咱们这位先皇后出身士族，一向聪明谨慎，明哲保身，就连摄政王都对她客客气气的，她怎么会轻生自尽呢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王上。都平身吧。谢王上。在座诸位大人都是朝中栋梁了，今日把诸位大人约到此地，只是为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册封福后为皇太后，授还金册金印，迎回宗庙。至于事情细则，还需要跟各位大人商议之后再做定夺。看各位大人的样子，是有何异议吗？皇上，先皇后昨日才没于后宫，现在就急于另立太后，只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先皇后尸骨未寒，真相未明。先皇后思念先皇，从而重病缠身，泪尽而亡。现如今先皇后已经随先皇于地下，还有什么真相未明的？本王还请大人放心，先皇后的后事，本王会料理清楚，不用大人操心。皇上，臣有本启奏：福原无疾无名，册封太后一事，事关社稷，还请王上三思。你放肆！
服氏是本王的生母，是前朝亲封皇后，怎会无籍无名？你还有何异议啊？王上，福皇后早在10几年前早已崩逝，后宫之人来历不清不楚，无凭无据，她如何能母仪天下，又如何能令万民臣服呢？杨维，你侍奉先皇多年，难道你真的不认识福渊皇后吗？王上，臣既然侍奉过先皇，自然了解福皇后之人。她可有懿德母仪天下，臣心中自会有数。所以，无论她是不是福皇后，臣绝对不允许她作为太后。杨维呀，杨维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！我看你这个礼部尚书是做腻了。老臣，就算不做这个礼部尚书，我也绝对不会认福氏为太后。杨维，你是前朝元老，为官数10年，在场所有人，你应该比谁心里都清楚。他日你在这个地方，质疑我身份，现如今，你想重蹈覆辙吗？王上驱逐外虏，安定内政，自然立了大功。若王上立福渊为太后，恐怕日后扰乱朝纲，祸国殃民，之前王上所做的业绩，将挥之一溃。我母后一个弱女子，如何危乱朝纲？什么南境北境都是一样，偏要把一个弱女子贬得如此不堪，随便扣上一个误国的帽子，妄加罪名。太后奉尊，岂能由他人异议啊？来人！诸位大人，现在还有谁想改变主意的？王上，册立太后一事，本是我礼部内部的职责，与在场的诸位大人皆无半点干系。若王上一意孤行，坚持立福渊为太后，老臣愿领下这不敬之罪，告老还乡。日后还请王上另寻他人代劳。杨大人，杨大人。册封太后之事，还是择日再议吧。皇上，依循祖制，先皇后应与先皇合葬，只是她还未有太后尊号，不知葬礼按何种规格举办。这些个繁文缛节，我怎么懂啊？对了，切记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先皇后的仪容。属下明白。你说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就悬梁自尽了呢？对了，这件事儿别跟母后说了，给她平添烦恼。最近她的病稍微有些起色。太后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丑儿，你要多保重身体，身体要紧啊。多谢母后关心，儿臣记住。母后，请。今日怎么这么多折子呀？这杨维啊，他弃官了。弃官之后，朝中礼部有些侍郎也跟着一块儿卸任。这人一走，事儿也就多了，正常，不碍事。丑儿，母后，杨大人的事情，我是不会怪他的。
因为他只是为社稷担忧，多心而已。你若还想请他回京还职，母后也是不介意的。杨维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，以他的脾气秉性，他既然走了，他就不会再回来。唉，母后，儿臣将您册封大典之事一再推后，您真的不介意吗？你都说过好多遍了，我知道情势所逼，你也是逼不得已。多谢母后谅解。有些人呐，不识时务，想要走，就让他们走吧。你也不用劳心至此。母后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在这朝堂之上，文武百官，之所以他们会留在这儿，并不是真心的臣服于我，而是为了这北邻的江山社稷。经过册封太后事之后，我也算看清楚了。虽然我在北邻执政1年有余，但这些文武百官对我是面服心不服啊。虽然我有铁甲军相逼，但是还是压不住他们心中的傲气。那是你逼得还不够狠。仇儿，你身为人君，你的心太软了。母后，这武力相逼，毕竟是下策呀。虽然我不敢说我将成为一名圣君，但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暴君。